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请到陈建姐妹哈，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她，因为陈建已经在我们教会很多年了。然后她的先生是立轩，也在我们教会做过 CE 的 LE， 就是那个本地布道的执事。陈建跟我认识很多年，我们刚刚来西雅图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孩子，他们也没有孩子，然后我们就是在那种算是 young adult， 就像现在 H2 那个岁数的人，我们除了周末要在校园团契查经之外，周三也在一起查经，所以很熟悉的一个姐妹。但是呢，她今天会跟我们谈一些可能我也没有听太多的话题，就是她自己在工作职场上的经历。这个对于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是一个每天都要处理的话题哈，也许没有想到，但是希望今天陈建的分享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那陈建可不可以还是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是谁，然后你的经历？好，我是2000年来到美国读 MBA，对然后在费城，2年后就直接工作了。然后第一份工作呢，那个时候刚好是 bubble，就是那个 dot-com bubble 的时候，很幸运，我觉得神的恩典一路走来很多恩典了，就是简而言之，就找到了一份基金公司的工作，工作很忙很累，那个时候也是，我是2000年来了，当年的感恩节就受洗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去爱别人嘛，圣经上说你要去爱人，所以到工作上非常忙。我们组里有一个残疾人，那我当时就他做不完工作，我就帮他，因为那个就是你觉得你就该做的，对，最后帮到自己都搞不定自己，就是非常累。老板给每个人都是蛮负荷，对，给他也是蛮负荷。他原来的工作已经做不完了，我要帮他做，就真的是加班加很多。我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那个门徒培训，就周间的时候有门徒培训，大家都在为我祷告。就是说，我觉得我的爱是很有限的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开始的时候很开心呀，我去爱别人，觉得荣耀神。但是做一做，觉得这个问题没完没了了，因为老板一直在加，一直在加，他就觉得就觉得好像你帮他，反正这个事情做完了，我也不会考虑这个是不是合适，这个是不是 sustainable。对，老板不会考虑的，只要我完成工作，只要能完成工作，对。然后这个人就每次都来找我，他就是你帮我吧。那后来我觉得这不是办法呀，那我心里很纠结，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后来我觉得就是也是牧师帮我祷告跟我讲这个我们基督徒就是说在工作中荣耀神，应该是一种什么方式？那我当时也是有勇气去找这个，因为我不能直接去跟老板谈，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决定。我去找这个残疾人，我就跟他坐下来，我说这个难处，这个情况应该是他去跟老板说，你给我的工作要看我的身体状况。对他的手和脚都不好，走路都走得非常的不容易。对，所以后来他就真的去跟老板讲了，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对，所以就是我的体会就是说，真的我们是带着神的这个价值观进到工作里面，你去帮别人，别的同事可能根本就觉得这个不存在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带着神的爱，我们会去帮，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的爱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超过了自己当初设想的，我帮完一个 project 就结束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也要有勇气和智慧去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OK， 哇，陈建是开门见山，直切主题哈，就是讲到在工作中间，作为基督徒，我们因为神的爱的感动，我们愿意去爱人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困难。稍微再把这件事情可能扩大一点啊，我想在工作职场中间，帮助同事是一种爱的表达，也是做基督徒我们觉得好像应该做的事情的其中一种。你还有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视角说，作为基督徒员工，你觉得在职场上应该是怎么样，是有一些可以荣耀神的行为或者是心态等等？对，我觉得很多事了，我觉得神也给我很多的这种从小事上就去训练我。对，就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就是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就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是年轻人嘛，工作的时候，如果老板要是星期五就早上就不在，或者老板这天不在，大家可能就都散伙了。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职场上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就是公司都给你病假嘛。然后那你不休的话，这病假就等于说直接没有了。那
那当时我就那怎么休病假？你没病怎么休啊？基本上你不可能休那个病假，因为年轻的时候你不生病。然后大家都是说，哎呀，就是默认的一个规矩哈，就是我今天靠病假了，我就不来了。那我那个时候我也就这样做了。那你心里是有挣扎的，因为你在撒谎，你没病啊。那这个病假怎么休？基本上你没办法休。那我说大家都这样，那我也靠一个病假吧。然后神就在这件小事情上，真的就是真的管教我。我每一次考完病假，我就生病了，就会生病，我再也不敢，因为生病的那个滋味比你休天假要差远了。所以从这以后，我再也不敢，就是说在撒谎这件事情上，神是对付了我。我觉得就是说从很多小事上可以做起。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我是觉得，有时候神在工作中不光是说让我们去就是你会去做超过你能做的，就很多事情是你做不到的。你以前可能你想都不会想的。就比如一个例子，我当时就是生完了老二的时候，我在休产假的时候，我们组里需要人，然后我的老板就帮我招了一个人在我们组里，但是因为我在休产假，所以他根本没有经过我的面试，什么都没有经过我这个就是筛选哈。后来回来之后，那这位同事说实话是 mismatch，就是他完全不胜任这个工作。每一天呢就是非常的挣扎。一个是做不完，再一个是老做错，基本上他做的所有东西都让别人再做一遍。那个时候呢，我作为他的这个老板，我就觉得，那我就得替他改呀。所以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窝火，我就觉得怎么招个这个人进来呀？然后我每次我看到他他看见我的时候很紧张，我对他也是没好脸色。那像这种情况，你就觉得你该怎么处理？就是在工作中，最常见的 professional 的方法就是 manage out。来，你就说你搞个差评了。过上3个月或者6个月差评完了之后，你去 document。我那个时候真的就开始 document，每一天 document 他做的事情，他什么东西做错，这是 professional 的这个 way 哈。但是我觉得神就是在这种不寻常的事情里面，让我去思想，去说，我怎么样可以在这个人的生命中，他的难处中，我就会多走1里路吧。就一般人你就说我也仁至义尽了，我帮你，然后我去 document，反正你不合适嘛，那我们就按正常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做基督徒总是神会让你多走1里路。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也不是个办法哈。你somehow你把人开走，你还是觉得心里有点不忍。那我后来我觉得神就关照我，我就跟他单独找了个时间，我非常 calm 的跟他讲话，然后也讲这个事情的 background，我是怎么来的。然后他现在的工作情况到底是，就是你这个 performance 的确是不合格哈。那我也问他，你到底是为什么会找到这份工作？就是非常敞开的一个，不是一个上级和下级的一个关系。我去跟他谈的时候，那他也很 open，他就说，哎呀，我真的都要 crash 了，因为这个工作我不会做。我也当时面试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个 misleading，让我觉得我会做，然后所以他很痛苦。那他跟我直白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真的是可以，我说，那我帮你一起，你如果想要出去找工作，你可以出去找。然后我也如果想要做 reference， 我也给你做 reference。然后现在的工作你还得做，反正就是我们在这个平稳的把现在的工作做好的情况下，你就去找工作，你就去找合适的工作。所以他很感激，他那个最后很快也是找到了他喜欢我，非常开心。然后他回来就跟我道谢，就说就是他认为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老板会对自己这个样子哈。就我跟他也不是特别很熟嘛，因为就几个月时间。但对我来说，这个就是类似了。你在你的工作中，碰见事情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个和通常就是做法不一样的一种做法。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你是关注人的感受，超过工作本身吧。对，就是这样。所以陈建现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其实工作中间跟人的关系哈。很多时候可能可以多走1里路。其实耶稣说的多走1里路，常常就是在这些表现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思考，怎么做。那可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当你多走1里路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并不一定是最 convenient 的、最合适、最方便的，会有一些挣扎，会有甚至对你自己的利益有一些损害，甚至有时候可能也不是利益的问题，而是你在做的时候的确就很困难。比如说如果对方真的不领情，甚至误解你的意思等等，
所以这些困难，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过，然后你在这些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你怎么看待？肯定有遇到过，就是什么人都有。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是看你心里怎么想了。就是我说真实的想法哈，会有不方便，你会要去想一想，然后你要去，你多走一里路，时间上、精力上肯定都会多付出。你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但是somehow我是觉得，作为基督徒，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不求回报的去做的时候，你心里是有一种荣耀感的。就是那种感受大过了你付出的努力，大过了。但是有可能有一天这个东西就不能卖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还继续这样去做？应该也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我记得有另外一个我们组里的这个员工，当时他是就是说他心里一直就觉得他觉得我有 favoritism， 就是因为我组里另外一个就是员工可能跟我以前认识，他就总觉得我有 favoritism。那这个东西我是没有办法帮他解决的。就是我只能 professional 来 deal with。我也自己问自己内心，我有没有 favoritism？ 我没有。那我就只能就是这样 let go 了，我不能改变他的看法。但是我就只能是说，真的是省察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没有，我就觉得有平安，然后就是 live as it is， 就也不会很 struggle 了。我不会去说是要怎么样改变他，让他很喜欢我，或者是非常让他觉得我没有 favoritism， 我也不会说尽量去证明这件事情。对，所以我的就是说重心是说我们是讨谁的喜悦。就工作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有时候你会得罪人，有时候你做的事情不被别人认可，甚至有时候你吃亏吧，就是或者就是受苦或者吃亏，也不是别人能够就是说承认或者是赞赏你的哈。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的奖赏在哪里？就是觉得在上帝那。对。哇，这个我想着这个陈建，我们认识很久哈，其实比较少谈到这一些的话题。那我们在教会中间常常说，我们是一个整全的门徒生活的操练啊。那这个整全门徒生活操练，当然包括教会的服事、读经、祷告，但是呢，也包括家庭、婚姻、亲子，很重要的是职场。我们在职场里面，甚至在这个社区、这个城市里面，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什么？跟不信主的人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在工作上就更加切身利益，甚至是可能是有时候是你没有办法两全的这种利益中间，怎么去处理？所以陈建刚刚提到的这种，作为基督徒，我们愿意多走一里路，愿意甚至吃亏。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一种一生的爱对我们的一个 motivation。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份。那我想换一个稍微 challenge 一点的话题哈，我们刚才讲的都好像有点这个做得非常棒啊，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很困难啊，因为我常常听到职场弟兄姐妹讲，其实在职场中间有一些这种挣扎是真的要处理跟自己心里边的那一种，你可以说是老我啊，简单讲就是说你要对付老我，可是有时候那个感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是一种每一天不止8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你都要去面对的，而且面对的人或者是很可能是超出你自己可以控制或者是可以理解的一些范畴。那在这样的挣扎中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然后呢，你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有，很好的问题了。有，就是说真的就是回头如果数算如数家珍，我做了什么好人好事，我做了什么敬虔的事情，好像一个标准的基督徒我就做的还可以了。从初入职场，我就一直就是说做一些在工作中怎么样可以，就是说你不太计较，你多做一些事情。我会做很多我工作外的事，就是不属于我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因为我愿意去帮助别人。然后我也会就是去中午吃饭的时候去跟人读经祷告，去传福音。也会在工作之外，如果能跟他们建立关系，带他们来教会。有的朋友都10几年了，还在继续，就还在追求的过程中，这些事情都会做。然后周末到教会啊，教会里的服事啊，读经祷告啊，这些也都会。这就好像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该做的事情。但你刚才问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心里有没有什么挣扎？这个挣扎可能就刚好是，我觉得是跟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
你会回头看你生命的意义，你会寻求更深刻的意义。难道我就是做些好人好事吗？就是难道我就做一些敬虔的事吗？对，我觉得我的生命没有神说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就是那个真正终极那个生命的意义，好像一直停留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我是如果说就是清楚的来说呢，就是我一直凭着我以前的旧生命，来做出一些敬虔的行为，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我如果仔细剖析我的工作的话呢，我有一块禁地是不属于上帝的，就是说我自己的agenda，我有一个 hidden agenda，就我有部分就看得见这些金钱的事，好像都是在为神做，但是我有一部分事情是属于自己的，我也不允许，就是我不允许神来掌管，是我自己掌管的。那这个 hidden agenda 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自己的在职场上的发展，我的成功，我的荣耀，我的地位，就是在这上一直就是并行的。那在这个并行的时候呢，你就像是有两个身份一样，你一半是属于神的，一半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就这个 hidden agenda，我一直不觉得、不意识到。然后直到就是让我觉得，当我生命停滞不前的时候，我觉得做了这么多事，这么多年了，怎么就好像生命没有说是像我就是期盼的那样子，非常的跟神的亲密度也好，或者是我生命的这种丰盛的这种程度也好，总是心里觉得好像缺了什么，就是那个终极的那个意义好像没有在我的心里，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个困惑，在前2年非常的可能中年危机是吧？这个困惑开始非常的搅扰我。我就出去上了4门课，实际上就是关于双职侍奉的课。那我觉得这个课帮我打开了我心中的一些盲点。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发现我自己实际上一直把工作当成是我自己的工作，然后我顺便去做一些金钱的事。然后再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身份定位，通常就是说，我做了金钱的事。我去服侍上帝的那些事情，我觉得都是金钱的。但是实际上，我心里这种就是这个 hidden agenda 一直在那儿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亏欠的。因为你想你在工作上怎么也得花8个小时吧，每天，比其他事情都多。你每次在面对神的时候，你心里是有亏欠的。你会觉得，我有时候跟神就说，我可能退休了之后，我就全职去使，就像你一样啊，就是哪一天神感动，我就真的或者辞职，或者就去做宣教士，或者我就觉得那样的生命可能才真正是全部奉献给神的。但是上了这个课之后，我发现实际上这个可能就是说，这个想法可能你一直在教会里在说了很多年，但是好像就没进到我的脑子里，我也没觉得我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哪里，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是 who you are， 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在任何地方。你做的事情就是敬虔的，而我过的生活是说，我一直在做一个敬虔的事，可是我里面的人还不是100% 属于神的，所以我会有这种身份上的这种撕扯吧，所以就会让你生命停滞不前，因为它是矛盾，当你往哪个方向走，你两边都走不远，所以我是觉得，当我意识到这个的时候，对我帮助蛮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其他弟兄姐妹也是有类似的这个困惑的时候，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都和我有类似的困惑，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是很正确，或者说自己从来没有省察过自己的内心，好好的去看一下，总是自己的为人被外界的事情所掩盖了。就是你觉得，你看我做一个标准的基督徒挺好的，但实际上你深看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停滞不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把一部分交给神。是，对。哇，其实陈建讲这件事情，我非常的感恩哈，因为你说有没有其他基督徒，我自己相信是每个基督徒都有，只是想没想到的问题，有没有意识到 ？even 做牧师哈，一样的。我跟你讲，因为其实我在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曾经对我触动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老师他在问我们所有的这种神学生哈，说你们要以后做牧者，他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说你们去做牧者到底是为什么做？他给我们一个 scenario， 就是一个可能性哈。他说，如果你的牧者的角色其实是在一个
很小的房间里边，每一天都在为一位70、80岁的老太太洗脚照顾她，她就是你唯一的会众，而且你今后10年20年一直就只做这一件事情，神说你是他的牧者，你在关怀他、照顾他、帮助他了解神的心意等等，你还会做牧者吗？然后真的，他就是把一个做牧者的角色和你做的事情，真的就是用这个例子来拆分开了。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广传福音，要带很多人信主，教会有多大，有多少人，我的这个讲完道之后，有多少人生命被改变、被感动。其实如果不小心的话，都变成是我自己的agenda，我想要做什么，我可以说的很冠冕堂皇啊，我可以说哇，我看到很多人需要，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很荣耀神的事情。可是有可能哈，我不是说都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不小心的话，有可能只是自己的agenda，你在做你想做的事情，却没有看到你自己该做的事情，或者是神呼召我们，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忠心去服侍神。我在这个位置上，那神如果有这么多人需要，那我就做这么多人需要的事情；如果只有一个人有需要，我就做一个人有需要的事情。当我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间，其实我过去很多年牧会的时候，不断的在体会这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坐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我想做的，还是神放在我面前要我做的？如果是不能鉴别这2件事情的话，我想在任何职业即使你说退休之后去做全职服侍，你一样会有同样的挣扎，就是你做的事情，还是你是不是在神面前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对，就好像以前的时候觉得，我周末来到教会应该就是敬虔的行为哈。但实际上你可能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依然是心属自己，你依然是没有说是更深的 line 在一起，没有 encounter 这个神。你或者是说你在，比如说吧，你可能就是在 Starbucks 里面工作，这个地方像是一个外邦属外邦，这个公司的理念是很不好、不合圣经的。但你可能是带着神的这个意向进去工作的，那你也是在为神做，你是敬虔的。所以这个就是 visible 看得见的事情，并不代表你的内心。对，所以这是我学到的。而且这个东西是不光是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在孩子、夫妻关系都可以用。就是当我重新去用这个观念去省察自己的内心，然后去看我做的事情，我和家人的相处的时候，我就发现同样的问题，就是以前的时候你可能尽量去做一些外面看得见的对他们好的事情，但实际上你内心真的是问过上帝，是真的对他们的生命有好处吗？是没有。对，所以所以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可以稍微再展开一点点让我们更了解深入一点。那你如果有这样子的理解说，其实是我们做人是谁更重要，而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做的东西多大多好最重要。具体来讲的话，你在工作上，毕竟你说你8个小时，你还是会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毕竟还是主要是在做事情。是那你怎么样？可不可以解释具体一点，说你的体会是因为这样子一种理解或者是态度观念的改变，你现在的工作做的时候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你可以讲一讲这个感受吗？会，就是说现在会有意识的去问神，就是说会停下来问一问，你的agenda是什么？你希望我做什么？而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我记得就是在听那个 Brother Lawrence 的那个《与神同在》那本书，我觉得对我帮助也很大。他就是每一天都在经历，就是需求问神，不管做错了，或者是就是在人眼中看着不好的事情，或者真的就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你就马上就会回到神的面前，你不会说哎呀为这个事情就是忧伤痛悔或者是很那个自责你都不会。所以我是觉得带着这个观念进去的时候，你看待工作中的这个挣扎就不一样。就比如说现在在 IT 公司里面的这种竞争内卷，你觉得很不得已，你就觉得这个不像，这个对我生命有什么好处。但是当你觉得神，如果这是你让我现在就在这个位置来做，那我就去做好。而且如果工作中真的有不公的行为，那以前是为自己做的时候，你就把这些苦都会
压在自己身上，对，你觉得好苦啊，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恶从我身上卸去呀？你的中心是在自己身上。对，当你中心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你说啊很苦，但是主这是你让我做的，那我就愿意。我想你有你的美意，对，就是说这些你有这些东西以前都知道，但是呢，因为你心里的那个终极目标不一样了，你解决问题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对，那现在就是觉得工作上你升迁不升迁，或者是别人跟你这个工作中的这种冲突啊，或者是态度啊，你都从他的手里面接过来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终极的目标，你就不会再纠结我在地上得到什么，对，你的目标就不一样了。对，那这个东西对你的影响就不一样，就是很 amazing，好像就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没怎么变呀，对，只不过就是转变了一个视角，对，怎么就会不一样呢？是，对，我就是这是天地就广阔，对对，真的是这样子的，是所以陈天刚才讲到这个，哇，我觉得真的是总结的非常好啊，就是其实看到成功的时候，只要你知道是神让你在做的事情，有这么大的责任，你就做这样的责任可是有时候是失败或者是破碎的时候，你也了解这个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你不需要去因此而挣扎，还是勇敢的、忠心的去按着神的心意陷入那样的破碎。这个态度改变本身其实我想起今天早上我跟立轩在读经，我们在读这个耶和华说你们得力是平静安稳得胜是平安，归为安息，平静安稳。其实我们早上就在说，哇，其实很难做到。可是我刚才从你的回答里边就得到了答案。其实平静安稳就是这样子。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古语叫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我们知道是神的心意，是神的世界。对，这个对，不是说我就已经做到了，但是我至少就是以前的时候碰见问题的时候，你不容易，或者你根本没有这个视角，就是觉得哎，就是好苦啊，神你什么时候能够去啊，或者什么。但是现在你有这个视角之后，你就不断的把自己拉回来，你就觉得哎，我这样想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你就比较容易转过来看这件事情。然后对自己身份的这个定位就越来越清楚。以前的时候在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你像做父母，你有一个让孩子上藤校的黑灯 agenda，在职场里面你有一个挣更多钱、升更高位置的一个价值的黑灯 agenda，在夫妻之间呢也有你自己的 agenda，怎么样让老公更成功？对，所以这每一个 agenda 实际上是彼此相争的，对，然后你会觉得很疲惫，是，所以今天当把这所有的事情都align 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是觉得会就是没有这种 compartment 或者这种撕扯，而且就是会放心。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所有的工作上再大的难处，跟儿女对你带来的难处那是不能相比。对，那我们家老二实际上就在疫情中，他习惯了不来教会，所以他就疫情结束了，他也不愿意来。那如果说按我以前的话，你是要看这个，你觉得去教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金钱的事，你不去教会怎么行啊？那对我心理上造成就是很紧张，我很纠结，我很痛苦。然后我早上就到星期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去开始怎么样劝他来啊来啊，他也很痛苦。他一到星期天早上，他就哎呀，就是妈你又来了，这个怎么办呢？他甚至有时候到了教会里面，他会找厨房待着。那后来我也是，当我就是每次碰见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重新回到，就是转变你的视角。我说神到底我们做基督徒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去教会吗？不是，我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是不会说让他拉着非要来教会。我们是说他到底认识不认识你？那他在哪里都可以认识你。对。那我有这个视角的时候，我就放松了。我至少不会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天大的事情。那我就更关注我是不是在平时的生命的见证里面没有做好。我没有影响到他，让他看到这个神的美善。那我的焦点就不在他去不去教会，我的焦点就在我自己有没有去很好的影响他，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一下子就是首先我的这个心情不那么紧张了，然后我开始去关注更就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可能是眼看不见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哇，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其实这种例子我想很多做父母的都是有感受我们会比较想要孩子做一个好的事情行为，可是忘记了根源是他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我们常常讲
身份价值定位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明白之后，那我们发出的行为就是 align with 神的心意。对，所以回到你刚才那个例子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焦虑，看到孩子这样子的一些行为上的问题的时候，都会焦虑，然后就想纠正他的行为。可是当我们知道说平静安稳安息的时候，那个不是说我们不做事情，而是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谁在掌管，然后我们按着那样子一种身份价值定位，那样子一种对神的认识去做事情。对，那时候是一种平安，是一种安稳的心态。那个时候，神就说他在后面，他要挥舞他的大能大力去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对，我们把重担卸下，不是说躺平，而是我们有正确的认识身份是谁。而且不光是不躺平，你可能比以往有更大的这个勇气去 push the boundary。对，就是我们的神是无限的。对，我以前把它放在我的那个有限的agenda里面。对，所以实际上就是真的是生命受亏损。那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的来源了。我们其实有一个自由的生命，你刚才说就广阔了。是的，是的。对，花了这么多年才刚刚知道。哦，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今天讲的这个，哇，我真的觉得是太棒了，所有弟兄姐妹都应该听到这样一个声音，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早上我跟陈念还在讲说，哦，不要担心，这个不是一个教导，这是我们个人在分享。可是我今天觉得你所讲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听到的教导，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得意。谢谢你。我也希望，感谢主，我也希望我自己的这个走的弯路，可以带给别人一些亮光。你可不可以再跟弟兄姐妹讲一讲你自己希望说对他们讲的话？作为特别是作为基督徒或者是姐妹甚至弟兄，作为一个群体在职场上，你觉得我们基督徒可以怎么样？像你刚才所讲的，彼此的鼓励，然后一起来做主的门徒，而不是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所要我们的就是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当你的焦点关注在跟神的关系上面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些重担，觉得自己非要做这个，非要做那个，也不会进入一个误区，就是当你做了很多看上去很金钱的事情的时候，你好像就心满意足了，你就觉得这就够了。实际上就是使得自己的生命反倒被这个就是说不能够像神说的那样跟神继续就是同行，然后不断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关注那些自己的内心看不见的东西比这个表面上或者外在看得见的东西更重要。所以这个也是谢谢你的总结哈。我也想起来上周我们的经文，我们是要竭力追求，要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我们不是不做，而是真的是 push the boundary。我觉得你是讲的那个，当我们的身份 align with 神的心意的时候，其实神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个是超越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事。对，谢谢陈建今天非常棒的分享。谢谢。